哇哦！大家好，我是阿贝。这几天我一直在东测西测主教所有可能的牌组哦，移辞教、盾教、空教、睡教，各种牌组我都尝试过了。那最后确定强度最强、最稳定的还是睡觉哦。那睡觉中最稳定的构筑又是什么呢？有一张非常关键的牌，那张牌我在上一部影片的牌组中有放一张，但是除了我以外，我天梯打了3万多分，我完全没看过任何其他主教有放过这张牌。那中间我爬分的时候也是有一段时间把它拔掉了，但最后我还是把它放了回来，并且我找到了最适合这张牌的构筑。我用这个牌组直接11连胜，爬上了 Beyond 排行榜天梯第45名。那我今天不藏私，我直接跟大家分享我目前觉得最稳定的睡觉构筑。OK， 直接看到牌组的部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那张关键的牌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我们崇高的炽天使勒庇斯。为什么勒庇斯在这个牌组里面很强呢？完全是因为这一张固绝的显现吉鲁涅利杰。我讲完这2张牌，大家应该已经联想到了为什么这2张牌很强。你只要前面有预先拍好炽天使，在10turn的时候再继续拍这张2解，2解加2减2，然后再接固绝的甘露，直接打14点伤害，还没有交进化点哦。有交进化点再加3点，17点伤害啊！再怎么样，如果你又有预先拍一张绝念，再加4点伤害，总共21点伤害，直接堪比巫师的终端哦。所以炽天使加2解完美的弥补了这副牌组后期伤害打很慢的问题。而牌组中有放3张的牌都是我个人觉得必满的牌，而其他1张2张的，像是癫狂的恩宠或者是西弥加，你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去加1减1。而起手流牌的部分就跟上一部影片介绍的一样，教会、风神还有马文。遇到皇家夜魔的话，就是闪光跟睡神。接着我放几把范例的复盘给大家看。自从我换了炽天使之后，我打巫师几乎没输过，胜率非常的高。你们看我打巫师全赢的。这把是我进天梯排行榜连胜中的其中一场。那前面没什么事情，就是照着费用拍，我们直接跳到7 turn。巫师的场面很难给对方压力哦，所以我们7、8 turn 几乎完全有机会去免费的拍这个炽天使。而且现在巫师的构筑已经把所有奥丁都拔掉了，你完全不用担心炽天使被消失的问题。你唯一要注意的是，你如果确定你7、8 turn 要拍炽天使，那你的文章只能有4个。你如果文章满的话，你炽天使的文章会被消失，这点要注意。好，我们这边吉鲁涅利杰2解已经进来了，接着我们只要等两边10 PP 就可以进行斩杀了。还有一个点是，蛮多人不太喜欢放西弥加的，但我觉得西弥加只要能卡住对方1回合，卡住1回合，就几乎是可以造成胜败的关键了。你看这边，他诺曼铺1排，我西弥加接着下去，卡住他场上3个位置，然后他自己又有1个土印，所以他剩下1个空位可以进行操作。他甚至这边操作不了，场面解不完，就直接倒地了。你看，场面只有1个位置，场面完全解不满，操作做不出来。他可能还以为他17滴血很安全哦。那我们这边直接2解加2减2，
甘露打5，场上场攻12滴，直接结束游戏，连进化点都不用交。接着再放一把对上龙族的对局给大家看。那一样，我们直接从7turn开始。对上跳费小凤龙，只要每多拖1回合，就有被对面 OTK 的风险了。但是他只要拍小凤，我们就可以拍刺天使，拍刺天使，我们就可以加速回合的进行。有了刺天使之后，我们就只要专注于解场跟维持血量就好了。这边刺天使先跳出来，但是我们因为 PP 还没有10，所以还没办法斩，只能再拖2回合。这样其实这场非常危险哦，他只要找到2张5费的创世龙，我们就倒地了。还有一个点要记得是，如果你有刺天使的文章的话，然后你又需要用奔流去解场，你要记得你的刺天使会晚1回合跳出来，要小心会不会因为这样而错斩。你看对面这个小凤放3张，如果是一般的文章教来的话，这边伤害完全打不出来，伤害打太慢了。解场是能解场，但是伤害打不过去。3张小凤拍下来，你再继续拖1、2回合，我保证你一定直接被 OTK。不过我们是有崇高的刺天使，那我们就没问题。这边一样，2解下去，加2减2。接着甘露打5，然后超进化刺天使，12滴打头，结束游戏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到刺天使的强度哦？好，这部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我还有什么主教的新发现的话，我一样会再做影片来跟大家分享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，再帮我订阅一下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加拿。